委员一坐下来就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竹竹合并啊，大新竹合并升格第7都。觉得我觉得是真的假的，会不会过？那这个我也是要问委员，因为我其实发现，我本来以为前2天这个事情就暂时先 hold 住了，因为毕竟这个小英总统有踩刹车，然后他的英系立委也出来喊话了。可是不对啊，前2天的时候，明明在这个竹竹合并的风头上，我突然看到了蔡英文、柯建铭、林智坚，就是这3个人在新竹合体了。那整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说，从小英的暧昧到柯建铭的。很积极啊，因为他自己说了要赶着修地治法啊，以及林智坚的直白，因为他上广播节目就说，既然是我提出的，那我就要留下。那这整个过程当中，这件事情是不是现在还在持续运作中啊？我这样问好了，就是为了地方发展这件事情有正当性吗？应该是说这个事情一开始如果是为地方发展，对，那我就问过林市长嘛，他做了7年半了，7年，那怎么现在才想到地方发展？好像没有看他有讲过哦。对，那当然有一些地方的人士，新竹的一些政治人物也爬出过之前，包括林市长或者是柯建铭，好像也都说，这个地方这个制度啊，或者是国土这个区划呢，好像此时没有要启动。对。那为什么9月4号在这个自由时报上，竟然林智坚市长就丢出这样的一个政治竹竹并这个话题嘛？那你说这个是一时兴起呢？我是不相信的不相信。但是你说这是有没有这样有现在的这个行政区划或者是国土资源再重新调配的必要性呢？我也觉得有啊，应该的，因为2010年是5都。之后加上一个6都，对，那走到今天，我们看到不管是这个都里面呢，也有已经因为发展上面呢没有办法解决以前城乡差距的都里面的问题，然后非6都的这个县市也有说这个统筹分配税款不公，然后希望能够调整的一个呼声嘛，对，所以就是这个10年多来从马总统的5都6都这样的一个政策开始到现在来检讨，或者是来重新面对这个副都穷县，或者是城乡的这个差距，也是应该的。对，但我又觉得说，那这件事情的起头不应该是林智坚市长嘛？对不对？应该要也是内政部。对。这个国土规划，而且怎么会在他要走了之后，就是要卸任之前，或者是总统也应该责成你的这个政务委员召开跨部会，或者是处理地方政府的，结果都没有。突然间就是一个新闻，然后加上这个柯总召就呼应他说，这个要升格也不是不行啊，对，只要修改这个地治法，把人数下修嘛，那下修大家就开始讲因人设事，因为他们足加起来就明明没有达到125万。对。第二个呢，如果为你修，那很清楚，就只有足没有苗。对，那苗栗纳不纳入呢？这个我也觉得，是不是要足苗生活圈呢？当然是生活圈啊，只是说大家还是要回归到在日治的时代，这个竹苗这个大概就是新竹州嘛，所以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区域。那它当然历史背景下，它当然有闽有客嘛，然后有海线有山线，然后呢，在这个发展上面有一些像苗栗的南部一点呢，就跟台中有一些这个比较相似的地理环境，所以一直就是说用共同生活圈，也许是未来面对一个这个叫行政区划的一个指标，对，但是目前都是用现有的行政区去处理并的问题，对，那你说现在大家那个，我今天看报纸，包括我们彰化县长那个王县长王惠美县长啊，对，他就说他自己早就人数也够了，对，他人数是真的，如果要比这个，他比较有资格嘞，对，他说那要升格，一开始总统应该也是一并来考虑，对，不应该有特别的政治目的的话，那你有问过我彰化县吗？那你怎么没有？你就质疑说，这个竹河好像这个可以乐见。那我觉得总统你已经表态，那好像就是说，真的是更为了这个林智坚市长的这个政治发展。那我就觉得这个对于基层民众或者是大家对于这个行政区划不熟的人来讲，就把它当政治话题而已。怎么会去思考比较深刻的财划问题呢？那所以我们前天我跟而且财划问题我补充一下，其实是小英总统一直不想碰的吧？
是不是？不得不啦，不然他为什么3个人合体要坐在那个长椅上面呢？你觉得这这个不是有很清楚，就是已经在表态说我支持这个之间的这个想法，很所以值得。你不觉得他在暧昧了？他几乎已经是应该是说，我们看到一开始林智坚市长他提出来之后，他隔天他就去跟总统府的小英总统报告了对。这个也许是好，我晚辈，我比较草率，我觉得不是这样。以执政党现在的这个通常府院党的互相跳探狗的方式的话，其实进退之间哦不是那么没有协调的。那只是说先出来之后看政治风向、谈话的焦点哦，然后呢，这次很清楚是姚文科县长加码嘛，对，他说竹病很好啊，那应该要竹苗，竹苗，这一来一往就让整个调子好像又多了一个复杂度。对，那所以到今天我们看到那个应该是绿党嘛，绿党他有做民意调查的部分哈。那我自己个人比较遗憾就是说，你做这个民意调查里面，你的苗栗如何，你是问新竹县市民，你不是问苗栗的县市民。我有看，我就觉得很怪。对，那这个的做法就是有点像帮民进党来测这个意向的问题。对，是，就是希望只有竹不要把苗栗弄进来。第二个还诉诸说，其实如果这样的话，新竹县市民会不高兴。那你是要让新竹县市民跟苗栗县市民怎么样？对立吗？大家对立吗？这不是绿党的核心价值吧？如果他们是比较国际政党的思维的话，所以还是回归以现有的这个发展趋势来讲，如果是要为了他因人设事的部分，那虽然柯准昭讲得很直白嘛，他说那个也不一定只有林智坚会赢嘛，因为这里好像是对民进党有利，好像是你们蓝的天下。那我是觉得说，你如果与其这样不如是放长远来看，既然要有这个并或者是升格的修法，那形式上要全国一起来看呢？难道嘉义县市这个不需要去考虑吗？对，难道共同生活圈没有办法再取代以前用这个3地形来做这个直线性的思考吗？都有需要，那很挑战现在执政党嘛，因为他们过去执政的思维从来不往这里理性的去处理，大概都是看到时机情况要做转折调整的时候，就丢出一个话题越来越像的时候，他就在修法上面给你下一个这个政治的这个决策。那在野党怎么样都还是被他们的这个人数优势，就只能说，很可惜啦，一个国家的治理沦为人治是很不应该的。但是这个部分，他们民党不担心有反作用力吗？形式上你要说反作用，应该是比如说被人民看破手脚。以现有来讲，选举越靠近的时候，大概就是说选赢为主嘛。那选出来的这个形象我是说不是对林智坚市长个人有什么批评，他可能在这个执政上面、这个能力、专业上面，大家没有对他有什么意见，是这个时机点，以及你有没有在操作这个议题作为你个人。所以有人提出，像我们这个高虹安委员提出一个，那就是以任期制来讲就是8年任期，大家都不要去预约他，就不会发生以前像陈菊市长做了10几年嘛，还有胡志强市长的事情这是他最早他抛出这样一个阶段性的部分，但看起来柯总召或者是林市长就讲，不能这样子选举就是选举，新任就是新任那再来大概有人也就是讲到说那这个席次的部分，会不会说有一些合并之后议员席次变少嘛？那很多人就会反对，所以用让这个力量来反扑说让他不成功这个我觉得倒是大家全国要一起来看，合并之后的6都，他们的议员席次到底够不够？已经实施10年了，是这样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民意反应。你已经没有乡镇市长层级都是区嘛，所以直接的民意代表都剩下议员。那这样子都60几席、50几席，到底够不够？这倒是应该全国就趁这一次好好来面对的。所以我觉得议题是很多很值得谈的地方，那就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政治话题引导之后，完全这个空间就没有了。对，而且就是糟蹋了。我觉得这个是本来就是。我觉得糟蹋了这个话题，非常糟蹋，非常糟蹋。那我说我前天跟
当期路委员办一个公听会哈，类似公听的座谈会，大概7、8个学者呢，都是在这个公共行政领域跟地方治理领域很专精的这个学者，是他们大概也有几个忧虑嘛啊，就是说从这个当时的5都6都的升格，对，很多是有政治的考虑，是好，那政治考虑他们也不打紧，他说那好，你为了平衡北中南，那所以台南真的就升上去，人数也许不到，好。那再来比较就是说，这一次的竹竹苗哈，那学者的意见也比较反映说，如果整个北到这个淡水河到浊水溪中间，竹俗并起来之后，就只剩下苗栗，对，是孤零零的在那里，是这个结果好吗？那对，会不会城乡反而吗？被边缘化，对不对？恶化了城乡差距，区域均衡。我相信你区域计划这样子看到最后。这个地方以苗栗来讲，因为我本身就是苗栗人嘛，那我们都会担心说，它的财政的恶化会越来越没有资源。对，因为整个统筹分配税款，大概7成是给6都嘛，对，剩下3成县市级跟乡镇。那现在就已经发生说，这个我们的负债这件事情，大概会拖累你日常的税出支出了。那如果统筹税法不去调整，地方拿不回更多。但是又是被这个增加一个新的第7都，第7都再加进去的话，那统筹分配税款会不会又被他们吸更多回去？这个对于非都的这些16个县哦，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压力了。对，所以我是觉得也不公平啊，对不对？对，要从长计议的话，就是说现在的政府能不能真的以这一次为鉴呢，开始来检视哈，那跨县市跟政党呢来对待这个国土计划以下的行政区划，那前提行政区划的更前方就是财政收支划分，所以我们那天的结论是希望说哈，即使你要谁跟谁并，谁跟谁合，你最起码行政区划法、财政收支划分法哈这2个法就不能再躺到立法院20年啊，对，我就是行政计划还躺了20年，没人想碰，对，躺20年。财政收支划分也是躺了20年，一下20年，一个孩子就长大了。那我们台湾还要这样吵吵闹闹下去，所以这次就事论事的话，是个好议题，那不要浪费掉，也不要让大家失去期待啦。那在这部分呢，我另外有就提到，因为其实绿营上下，包括蔡适应委员也在讲说啊，这个大新竹升格已经水到渠成了，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刚显然不是嘛。那我就这样问，升格之后真的可以提升城市竞争力吗？人民真的能够过好日子吗？我想他们现在抛出来的就基于什么升格呢？他说基于差别待遇，基于不公平感嘛。他说我们新竹市上缴的税大概是1000多亿啊，拿回来这个40几亿。新竹县市各拿40几亿，苗栗拿回来大概50几亿。对，所以呢，整个即使桃竹苗加起来，这3个成为一个都的话呢，它的统筹税款能分回来大概是100多亿嘛。可是现在6都平均大概是200亿以上的分回的这个税的这个统筹哦，所以第一个都是在讲这样的一个不公平性。那你说合并之后，对于市民或者是他们未来的生活的品质啦、资源的运用会不会比较好？我认为会啊，但是前提是那个统筹税款要重新分配，对，不然你只是把现有的资源再把它凑在一起而已。那你可能在降一个行政层级上面少了一些人事支出，比如说乡镇市这个没了，对，那公务人员的这个人数也减少了，可是你行政效益真的会提高吗？我有听这个人家说，像丰原呐，或者是台南新营，就是有一些地方反映回来，就是说反而少掉了乡镇市长这个层级的行政体系啊，有一些工作呢，就是层层上报到这个市政府区公所的行政效益呢，就没有以前那么快速哦，也没有那么接地气哦，好像比如说要申请一个电线这个电灯装设。他公文来来回回都在区长跟县政府，离人民更远。在市政府里面，可能过去是乡长啊、乡镇代表会盯嘛，对，然后民意会骂嘛，所以很快的就很直接的嘛。对，乡镇长本来有些就有权力，而且有点霸气的嘛，因为地方上所以事情办得快。现在一切公文化，官僚式的这个层级之后，人民不知道要去哪里说，那
有没有乡民代表了，也没有乡长了，那就直接要去区公所。那区公所，除非你行政效益可以像台北或者是这个以前旧市直辖市呢，已经很清楚的流程 SOP。1922的1999的回复啊，然后有人这个研考的督查，不然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合并之后呢，可能在乡镇市长层级没有了之后的一个现在已经被诟病的地方了哈。那再来才是说，那教育资源也好，交通资源也好，环境资源也好，那天我们那个有一位季教授，他就在讲，他说新竹县跟市如果连焚化炉哦都不愿意过去合作使用。你并起来之后，当然少一个这个设备的处理的，那就表示你前期是不合作嘛。对。那合并之后的合作，当然就是结果论。但是你前面连合作都没有意愿，以后并起来之后，会不会还是有地域上面的这个你是你，我是我？是，对对。其实很清楚会有。对。那我也有听说，在这个6都里面，比如说台南市跟台南县。对。还是现在会壁垒分明，好像说谁是比较优位的，有谁是这个偏乡嫁过来，对，这都要时间去磨合，所以才说这次要贸然这样子竹并吗？那新竹里面你看看，比较靠近新竹市的，可能是竹北啦、宝山啦、竹东，那湖口呢？新埔，然后这个远一点峨眉，那咱们是怎么样？不同国吗？对，所以大家都想成竹科。然后新竹市外围延伸，然后这个就是科技城、科技首都，叫战略价值。我看今天他们的调查也是这样。对，那新竹的多元文化还蛮丰富的，是它还有原民山区，没错，还有上帝的部落司马库斯。我觉得这个怎么没有人把这样的一个丰富性想成说，并到底是什么元素让大家觉得并起来是好的，而不是只有讲到说因为科技。对，那所以苗栗的人就很哀怨啊，他说。这个新竹市的南部有竹南，有头份，所以听那天徐耀昌县长，他不是讲说林智坚有打给他，对，讲了半天呢，他就说，那林智坚有讲说，那不然这样好了，那你们的竹南跟头份并过来，哇，那县长好像就不高兴，说你这机关算尽啊，小老弟真的是机关算尽。对，那我是想说，徐县长应该不会说谎嘛，可能真有这样子，所以又冒出来说。那竹苗来并，我记得是林伟洲委员，他就认为说，你不能把苗栗再抛出去了，对，再抛出去，他的财政，他的资源，你等于要他死啊，没有办法再撑起来，对，那老人福利，未来的社会福利，你就放生他了，是这个意思啊，对，这是最不好的结果。